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下我在咖啡烘焙过程中对咖啡豆变化的几个转折点进行一下解释。咖啡生豆有100多种气味，烘焙后会产生800多种气味。咖啡豆烘焙过程中，在不同的温度下，都会有不同的物理化学气味变化。这几个变化就会预示着我们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烘焙操作。第一点，咖啡的入豆温。咖啡的入豆温会关系着整个咖啡的烘焙节奏。咖啡豆入豆温太高，那么它的烘焙节奏就会比较快；入豆温度低，会影响到它的烘焙节奏较慢。相对来说，在咖啡烘焙过程中，有一些豆子它不适合用比较快的节奏去进行烘焙。我们需要知道豆子的特性，还有想展现豆子什么样的风味，去控制它的烘焙节奏。因此，入豆温选择就是其中之一。第二点，咖啡豆的回温点。回温点的含义就是常温生豆在投入滚筒内，吸取锅炉内的温度。这时候生豆温度上升，滚筒环境温度下降。当咖啡豆与滚筒内温度环境趋于一致，滚筒内温度不再下降，而是上升的那一瞬间，就是回温点。回温点的高低是根据生豆的含水率、目数、密度以及入豆温息息相关的。回温点过高的豆子，它容易在干燥期因为脱水时间不够，造成干燥不完整，产生瑕疵风味与口感。回温点太低，意味着烘焙时间太长，让咖啡豆内的有机物质不能形成多层次的风味，可能咖啡就会有焙烤的现象，或者说咖啡里面的化学物质在生成的时候，因为时间温度不够，而会导致风味的不好，造成它的风味平庸，缺乏多变性。因此，回温点的高低能左右着咖啡的后期风味发展。第三点，豆子的受热程度。每颗咖啡豆都是一个整体，如果火力太大，会迅速把外层水分蒸发，形成主热闭环状态，热能传递不能进入豆心，里面的有机物质无法很好的热解，只有缓慢的把热能通过外层导入到豆心，才能让水分挥发。如何知道外层是否受热均匀，热能可以顺利导入豆心呢？这时候我们观察豆子外表，豆子应该从绿色、浅黄色逐渐转变为浅白色，或者部分出现白色。这个时候就知道咖啡豆的外层开始松软，热能顺利导入豆心。平时我们烘焙师都会以咖啡转白点来作为一个衡量的依据。花青素已经通过热量逐渐的减少挥发，豆体原来是绿色的表面，它就可能有泛白的现象。如果日晒豆的转白现象就会比较明显，但是很多水洗豆子或者特殊处理法的豆子，这个转白点并不明显，而且这个转白点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如果光线不是很明亮，又或者烘焙时稍微不注意的情况下，这个白点的时间会一瞬即逝。我们如何利用感官技能去判断呢？其实从声音、颜色、物理手段都可以去判断豆子的转白点。当观察到豆子颜色转变，这个时候可以用取样勺取出豆子来挤压，看豆子外部是否软化。如果能在豆表外留下明显痕迹，就能说明豆子是开始软化，热能已经开始往豆心渗透。第三点，豆子完全软化，热能从豆表移动到豆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什么时间段确定整颗豆子内外都是温度趋于一致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同样可以利用取样勺取出豆子挤压。如果能轻易的把豆子压扁，或者用手指轻易的把豆子撕开，这时候就代表着豆子已经完全的软化。
通过感官查看到此种现象，通常烘焙师会调整火力或者风门进行烘焙，让豆子水分通过热能迅速的挥发。第4点，梅纳德反应快速开始。梅纳德反应是指咖啡豆的氨基酸与还原糖在高温下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生成具有咖啡香气的风味物质。随着咖啡豆温度持续的增加，豆子从青色转白转到浅黄到正黄的时候，可以通过取样勺去进行外观气味的辨别。这个时候，咖啡豆除了出现正黄色，应该散发出来的是烤面包、谷物类的气味，表明梅纳德反应快速开始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豆子的脱水期，也就是干燥期已经结束了。对于烘焙师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烘焙师会根据豆子信息调整火力与风门。广义上来说，咖啡豆从投入到炉内，整个过程都进行着梅纳德反应，但是前期梅纳德反应的速度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物质没有起到指示性的作用，因此我们会忽略，只是在烘焙中豆子转黄的这一个阶段才定义为梅纳德反应开始，也就是豆子干燥期结束。第5点，焦糖化反应。烘焙过程，咖啡豆梅纳德反应一直都在进行，达到了一定温度以后，咖啡豆内的有机物质、化学物质在热降解的情况下重新组合、排序，形成新的有机物质，咖啡豆又会产生焦糖化反应。焦糖化反应就是豆子内的双糖、氨基酸等物质转化为单糖、类黑金等新的分子物质。从豆子的外表上面很容易观察到，此刻豆子个体收缩，会起很多褶皱，豆子表面有明显的褐化，就是咖啡色的转变现象，而且外表的纹路粗糙。豆子温度在170至180摄氏度之间，这个时候用取样勺去取豆子的时候，你会闻到一些醋酸夹杂着一些蔗糖的气味。以上几种现象综合一起，会把豆子定义为焦糖化反应正式开始。烘焙过程焦糖化反应使豆子内的有机物质双糖转为单糖、梅纳丁等物质。这个时间段不适宜用太大的热能去进行烘焙，因为太大的火力不能有效地产生一些酮类、醛类、呋喃类的芳香物质。我们平时闻到咖啡比较广泛的风味，如花果类的、坚果类的、香料味的气味，都不能用太快的火力去进行烘焙。太大的火力烘焙会形成另外一些不好的物质生成，如醋酸、梅纳丁等物质。反之，火力太小，有机物质也很难热解形成新的咖啡特殊香气。豆子产生焦糖化反应也是烘焙中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这个时候就看烘焙师对火力排风的选择了。第5点，豆子一爆开始。随着烘焙温度的增加，咖啡豆焦糖化反应接下来就到了豆子第一次爆裂开始。豆子一爆的原因是因为咖啡豆细胞壁内的残余水分随着温度不断的上升，形成二氧化碳气态，已经无法储存在细胞壁里面，产生爆裂的现象。水分二氧化碳会从豆心通过表层冲出来，形成噼噼啪啪爆裂的声音。豆子一爆的开始是选择咖啡风味走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这一支豆子是需要中浅烘焙，还是中度烘焙，或者中深烘焙，甚至深度烘焙？那么从一爆开始，使用的发展时间、温度去判断。通过上升的温度时间来取决于下豆的时间。
第8点，二爆，浓郁风味的极致。二爆是指咖啡豆内的细胞壁纤维破裂产生崩断的声音，这个时候咖啡豆会释放出更多的气体和风味物质的现象。二爆的发生标志着咖啡烘焙的完成。对于深度烘焙的咖啡，二爆后可以立即出炉。对于想要获得极致浓郁风味的咖啡，可以继续烘焙。接下来咖啡会产生干溜碳化的现象。第9点，干溜，原理是利用热能使固体或有机物中的分子断裂，形成新的分子或气体。在断绝空气的条件下，这些新的分子或气体无法与氧气发生反应，因此可以得到纯净的物质。这个时候再继续烘焙，咖啡就会碳化，遇到空气就会燃烧。以上就是咖啡烘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点，如果能掌握好这几个关键点，就能明确咖啡烘焙的方向，烘焙出自己喜欢的咖啡。这一期的视频大致介绍咖啡在烘焙过程中需要留意的几个不同的转折点，希望能帮到有兴趣学习了解咖啡烘焙的朋友。谢谢大家，欢迎分享传播。